好的，认真攻略从不漏球。大家好，我是琉璃。这一期视频简单给各位介绍一下我目前用来在刷折磨15到折磨16啊，这应该是 T15到 T16的一套电法构筑。那这套构筑呢，跟我们上期分享的区别主要在于我改了一些技能的连线，然后搞了一下切武器的套装啊，天赋盘我这边也重新调整了一下。那需要注意的是 PoE2 我也是第一次玩啊，所以很多东西应该也没有办法做到尽善尽美，所以这些东西肯定都有优化空间。然后呢，我这一套构筑的特色是伤害稍微低一点，但是会有一些比较便利的功能啊，比如说我有惊魂可以让我这样无限的传送啊，再比如说呢，我有一些比较高的护盾可以让我在前期拉高一些一击线。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打80级的 BOSS 的表现啊，这边是地图中的一个首领。你可以看到呢，我在可能几秒的时间里吧，就把这两个有200万血左右的 BOSS 给秒了啊。那当然了，这样的操作呢是需要一定的猴戏的。就电法这个玩法呢，在中后期可以吃到的加成维度比较多。我们来简单说一下刚才我使用的一些技能啊。就首先是导电诅咒，这个诅咒呢，我给它连了一套副手专门的天赋树，就是我们在武器的天赋树这里啊，就它会有一个武器套装1、武器套装2，然后呢，你先重置一下你的天赋点，再点一下武器套装1进行加点啊，它就会以这种红色的线条表示。然后你再选择这种武器套装2，它就会以这种绿色的线条表示加点。那这个功能有什么用呢？就我这边按一下切换武器的技能，你会发现我的天赋盘啊，它变成这个绿色系的了。然后绿色系这边的天赋点，我连了很多的诅咒效果跟诅咒持续时间这样子的啊，比如说诅咒大师，比如说这边的末日厄运和命运终结。那这样子呢，它能极大的加强我诅咒的效果，让我手动扔出去的导电诅咒对小怪可以减少71%的电抗啊，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在刷图的时候就不太缺闪电穿透了嘛，啊，对吧？因为这个诅咒它有一个击杀敌人的时候死亡的效果。然后呢，技能这里我们也再重新分配一下啊，比如说诅咒导电这个诅咒，我们给它分配在武器套装2，这样子我们在扔导电的时候就会自动切我们的第2套武器，也就是这个法杖啊。然后呢，电球这个技能我们设置为武器套装1。然后我们扔电球的时候就自动换回我们的这个毒手了。那通过这个方式，我们还可以给一些其他的技能设置快捷键啊，也就是快捷释放方式，比如说这个魔力暴风啊，再比如说风暴漩涡，这两个我是设在1号武器位的，因为释放他们的时候呢是比较平常的时间，不太需要他们的加成。然后是烈焰之墙，还有我们的咒符之力啊，说一下烈焰之墙这个技能是你在开荒阶段也可以用的啊，就是你具体就是你扔一个火墙出来啊，然后你在这里扔电弧，电弧穿过火墙，看到没有？这个电流穿过火墙是会附带火墙的增伤的。那在开荒阶段，我们主要的一个输出方式也是这样子，但是我还是不太建议各位电法开荒，要开荒的话，应该还是兵法好一点。然后这是火墙，火墙说一下连什么？连堡垒、火焰钻金，还有密能爆发啊。为什么这么连呢？因为火墙给我们电弧附加的伤害啊，它是吃我们的火焰钻金的等级，也就是吃火墙的等级的。其次就是堡垒这个技能把火墙变成圆形，最后密能爆发让我们的火墙变成3个圈，对吧？这样子你的电弧啊，无论什么时候都能穿过这个圈了啊。你可以自己找一个圈去跳，这个就有点像马戏团的这个东西，对吧？啊，自己找一个圈跳进去，这样能保证你电弧一直输出。然后这个是我们的需要切换的一些技能，另外一个是武器绑定的技能啊，就我刚一直在说第2套武器嘛，第2套武器我选择拿的是这种的，一个加4全部法术技能的杖。你可以看到它切过来之后，我的火墙现在是23级了啊，然后还有我的导电啊，它也是22级了。然后这个杖一定要选这种叫冥想长杖的基底，这个基底的效果呢是给我们一个叫咒符之力的技能，我们站在咒符地面中。释放消耗法力值会获得一个叠层，这个叠层会给我们15%的独立增伤啊，就是大概这个效果，就是我们按一下啊，出个符，我们在符里输出就好了。那这也是电法在中后期比较强力的一个原因啊，就各种各样的增伤维度啊，它吃的会比兵法多一点。
然后呢，如果你在前期开荒想要去高效的打 BOSS， 或者是你在打异界的时候想要高效的秒 BOSS， 你就可以像我这样啊，复刻我刚才进门的操作，就是连个咒符啊，扔个火墙啊，拍一个这个我们的风暴漩涡，站在里面扔电弧，扔到 BOSS 触电了啊，再开个我们的大招开始输出。当然这套输出之前要扔一个导电来给怪物进行一个减抗的效果，大概就是这样啊。然后再需要注意一点啊，就是我们搞这套操作的原因是因为这个阶段装备没有那么好，就你看我现在电弧的伤害啊，它电球伤害只有15000左右，如果你能有一个3万伤害的电球，输出是我的2倍，你就不需要这么复杂的操作，你就打之前扔一个诅咒，扔完诅咒直接扔电球，这个 BOSS 直接就被你打死了啊。说白了就是因为我们这身装备目前还是比较环保的啊，整体的造价可能在200到300亿之间吧，我稍微会把我每个部位买的时候花了多少崇高石都跟各位说出来啊。那大概就是这样，这个是一个输出手法的东西。就是如果你一定要拿电球开荒的话，那么我个人建议，除了我上面接下来讲到的这些技能之外，额外带一个冰墙啊。冰墙这个技能你扔出去之后会造成一堵墙嘛，堵在你前面，对吧？你在墙后面扔电球，你可以看到电球是可以穿过冰墙的，而且电球它是能打碎冰墙的。打碎冰墙之后，冰墙就能对怪物实现输出跟冰冻了啊！包括你开荒纯冰开荒的时候也是可以这么干的啊！纯冰开荒的时候打小怪啊，冰墙冻不住怪怎么办啊？你扔个冰墙，然后扔几个电球，电球把冰墙打碎了，一样能冻住怪啊！大概是这样。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说完了输出手法，我们再说一下苟活的一个小技巧啊，就是我们在刷异界地图的时候。就前中期，如果你装备不是很好，经常会出现被小怪围住啊，然后打死，然后图就没了的情况。就这一座啊，图是比较坑爹的，基本上都是死了就没的。就你可以看到我现在屏幕中间这4个门啊，就 POE1 里面呢是一共有6个门，你死一次少一个门，最多打6次。POE2 里面这个惩罚加重了，死一次6个门消失，然后回城一次少一个门啊。那这边我们把刚才的一些小垃圾给处理一下啊，这几个暂时不看了，随便找个地方扔进去吧。我靠，这寡妇宫的词条太烂了啊！然后我们随便开一个图吧啊，就找一个没什么词缀的，因为我这边是要给各位演示怎么被打死啊。开个T10的好了，反正也不打他啊。你看开了之后啊。正常会开6个门，为什么这么卡呢？就开6个门之后呢，我们随便找一个门进去之后，跟各位说呀，就是你平时刷图嘛，你肯定是扔着电弧这么走位的，然后有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知道带传送啊，有的时候你可能会噗的一下跳到怪堆里了，感觉自己快死了啊，我们就模拟一下快死的情况，然后说一下这种情况怎么办。哎，怎么没怪了？打我呀！啊，多找点怪，把我围起来。啊，哎，不给力呀！这个也是简单给各位看一下我们的坚韧，就这种小怪基本上要打我们好几下才能死，不太行，他们好像打不死我，我去找只精英来。等一下，怎么你们的输出这么不给力啊？虽然是没有词缀的地图哦，你看啊，很快我们的盾被打空了，蓝被打空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第一时间你可以暂停游戏之后啊，游戏中虽然有些动画，但是整个游戏是实停的。这个时候呢，你去判断一下，判断什么？第一个看你传送在不在冷却。啊，传送如果没有在冷却 ，ESC 马上传送，你可以跳出来，这个是一个方式。第二个方式就是你的传送再冷却，怪又在打你，你判断自己怎么都跳不出来了啊，点这个回到游戏界面啊，这样子呢，我们就成功逃离了。然后你再回到游戏，你会回到你的藏身处或者是异界的主城门口。这个时候虽然你的状态是被打残的状态，但是地图是不会消失的。啊，你看我们的门，刚才进去这个门少了一个，6门变5门了，但是这张地图还是可以打啊，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方式在异界前期就能获得比较安稳的输出啊。就我们接下来讲的防御维度，也是完全建立在这个机制的情况之下，就是因为有这个机制在，我们需要堆个怪不能秒我们的这个防御，然后怪如果把我们围住，我们判断自己必死了，就直接离开游戏啊。就如果现在异界还是那种打一次死了就撕票的情况，那其实你就没有必要搞我这套了。我这套除了便宜之外就没什么优势啊。但现在因为我们可以这样子来保图，所以这一套还是
相对来说比较有优势的啊。那就是这样。接下来说一下，我们说一下电球这些技能的连法啊。我们从上到下说，就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这套构筑跟常规电法的构筑最大的区别就是副手武器的选择。这个副手武器我们在之前的视频里也都提过了，就是找一个权杖，然后这个权杖呢要带最大魔力跟魔力回复。有这2条词缀的情况之下啊，你再去找一些别的词缀。就比如说我之前视频里一直带的权杖是类似这样子的，它会有一个额外的惊魂上限啊。我再看看还有没有别的权杖。我之前那个卖掉了吗？看一下，好像被我给卖掉了啊。那可能是被我卖掉了。就是说一下词缀，之前会有这种词缀的权杖，就是它加了1%惊魂，然后我们可以拿它多开一些技能。但现在我调了一下我的开的技能的空位啊，我把兵甲给去掉了，只开了冷酷之焰、闪现跟大法师这3个，所以200蓝就够了。那这个时候我就在副手这边找了很多的属性啊。你也别看这个权杖给了我这么多的属性，它只花了我2个还是3个崇高石吧，反正非常便宜。这种没有召唤技能的权杖，召唤它自己是不用的啊，我们拿去捡个漏。然后说一下技能这边的话，我们选这个权杖最好选择我这样子带绝灭恨恶的底子。这个底子其实叫暴击光环啊，它的效果是处于你附近的敌人一直被你施加暴击弱点，这个是基础暴击 0.5% 啊，叠满了之后是 10% 的基础暴击。然后呢，这个暴击的收益其实挺高的，因为我们电球这个技能本身暴击是很低的，就如果你不去连那个无暴击的效果的话，那么相当于是能让你的电球的暴击几率翻倍了。你看到我现在这个电球暴击只有 9% 嘛，对吧？暴击率特别低。然后这个技能想连的话，你给它连一个快速前进啊，效果是减少技能持续时间，实际效果应该是减少它对敌人施加弱点的时间啊。当然我这个没有测过，你也可以把它去掉。我觉得也有可能是我们要给它连减少冷却啊，才能让它对敌人施加暴击弱点的效果变低。我这边试一下啊，这个装不上去。那反正就是这样了啊。我看一下这个快速前进啊，那应该是没有必要连这个的啊，我之前连错了，这个也没必要连。然后是咒符之力，咒符之力我们刚才说了啊，靠副手的这个长杖来出来。然后呢，我们这边选择的是技能会有更多范围效果，还有技能造成更多范围伤害和减少技能的范围啊。这2个你不连也是 OK 的，我这边就是顺手看有啥连啥了。然后电球的话呢，我这边是弄了一个5个孔的电球啊。我来说一下技能的优先级还有电球的一个情况。就总之坚持不懈，就持续时间，还有这个命能节奏、快速施法，这2个基本上是必备的。然后第3个石头呢，推荐选涡轮啊。第4个石头你其实就已经可以开始挑了，因为正常的朋友可能到这个阶段啊，还是处于一个只有4个孔的阶段。那这个时候呢，根据你的装备来，如果你的装备踏选什么呢？选穿透。稍等，我搜一下。选择这个啊，就被辅助的投射物会穿透敌人，然后这个投射物会造成更好的伤害。为什么选穿透呢？因为我们的电球它这个投射物啊，扔出去之后，你看它是一堆电球在四处搜寻敌人啊，然后它碰到墙体会反弹。但电球这个技能有一个特色，就是如果它命中一个单位之后，这个电球就消失了。而我们如果给它连了穿透，或者我们身上找了一些穿透的词缀啊，那么这个电球就不会消失，它会在穿透目标之后往目标背后行进，然后在碰到地形或者墙壁之后反弹回来，再对目标造成一次伤害。这也是这个玩法为什么在小房间这么厉害的原因啊，就是因为在小房间我们的电球会疯狂的回弹。我找个小房间，找个小点的地方啊，你看这种小角落，你可以看到很多的电弧在这边来回的回弹，但如果是大平原大区域，电球的这个回弹效率就没那么高了。所以场景越密集，我们的电球的伤害就越高啊，也就导致我们比较适合打的一些比较小的图，什么浮游啊，什么腐蚀啊，什么硫化洞窟这样子的。而所幸 POE2 现在异界的地图全都很鸡巴恶心，很小啊，所以导致电弧这个技能反而很强就是了。然后再说一下，这样的给技能连一个穿透是前期的权宜之计，中后期我们有更好的手段来解决。怎么解决？我们给项链涂个油叫穿透箭矢啊。说一下游戏里涂油的机制是什么，就是我们在刷图的时候
偶尔会碰到一个什么称望之境啊，还是什么？我看一下异界地图啊，找一下。大概是这样的样子啊。它会告诉你这个区域有一片镜子，你开了这个镜子之后打怪，时间结束啊，镜子就会给你掉落油料。油料的话呢，游戏里也是有专门的仓库放的，你也可以直接自己去买啊。自己去买的话，这边有一个比较便利的功能，你在 A 瓦这里点购买，点你需要的油料啊，比如说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叫厌恶的油料，然后再选自己有的东西啊，比如说你选崇高石，它会显示一个厌恶要 5.5 个崇高石，对吧？然后你如果选混沌石啊，它会显示要10个混沌石，你根据这个情况来选啊。像富豪石这种比较低质的石头，可能就没有人愿意跟你换啊。这个就是别人在这里下订单，他有这个油料，他懒得去市集卖，他在这里选一个这个啊，就是这么换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思路。然后有了这个油料之后，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能通过把油料涂到技能上的方式啊，就你把油料放在背包里，项链这么放上去，然后你把油料这么给放上去啊，它会提示你涂油的效果。然后呢，我们这个项链啊，就我们现在这个阶段的项链，哎，这个怎么取不出来了？只能一个一个拿吗？好蠢啊！啊，就我们项链建议涂的是穿射箭矢，穿射箭矢这个技能是在很这边的，基本上是绿色这一边的。我看一下，在这里啊，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通过它拿到50%概率的涂油啊，50%概率的穿透，然后这个的油料是2个厌恶和1个罪恶啊。厌恶我们刚才搜了，大概是 5.5 的崇高石，也就是11崇高石可以换2个。罪恶的话呢，基本就不要钱了，基本上随地都能捡到。你涂了它之后，你就有50%的穿透概率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给身上的天赋盘找2个穿透的珠宝啊，像是这边这个珠宝，你看它有18%的概率穿透敌人，还有这边我这个珠宝啊，这个珠宝是我自己刷的，运气很好刷出来的一个啊，它的概率也是19%。那2个珠宝叠一下，我们有90%左右的穿透几率了啊，那就没有必要再去点穿透了，我们可以点一些别的功能性的辅助技能啊，比如说细丝丝法，比如说启发。你如果能耗足够，然后呢细丝丝法也带了，你后期想提输出也可以换。我看看，我直接找宝石吧。啊，宝石的话叫做就是元素专注啊，会让技能造成更多伤害啊，不是这个，应该是另外一个，我直接拿辅助技能潮吧啊，这边比较麻烦。然后取消这个，我看一下，应该是，哎，怎么没找到？搜30也搜不到吗？完了，我忘了那个技能叫啥名字了，一下子很尴尬，应该是一个蓝色系的技能，我得找一找。哦，对，精华破坏啊，让它增加30%的额外伤害。但是这样子它没法暴击了，我们的暴击光环也没有用了。然后如果你觉得连这个不太舒服，也可以选择另外一个闪电穿透之类的啊，都是可以的。但我们的电抗前面也说了嘛，你通过切武器的方式也已经可以把怪的电抗降得很低了，所以也没必要这么带啊。总之就是自己选择。总之电球的这边的技能这么多啊，导电这边就简单了，连个增强诅咒，连个专注诅咒，再连个咒术绽放啊。第四个如果开了，你想连个范围什么的也都可以。魔力暴风这边呢也只有2个好连啊，一个是预谋啊，它是一个征服我们输出的技能，你可以看到它的征服特别夸张啊，是直接相当于伤害82%的闪电伤害，但是它也会极大的增加我们的魔力消耗，所以一般是打 BOSS 打到 BOSS 瘫痪了再开啊。然后点个预谋，点个普杀，普杀是斩杀敌人的效果啊，就稀有敌人是10%，然后传奇敌人是5%，你可以等怪残血了再开。风暴漩涡这边根据你的装备来选连法，默认是连这3个，一个是闪电暴晒，一个是能量屏障，另外一个是传导啊。能量屏障这个就是我们开了技能之后，站在技能范围内丢这个电球，它会征服我们的电球嘛。那这时候如果我们被打晕了，就会立刻给我们的能量屏障充能，让我们获得更安全的效果啊。最后是传导。然后如果你没有像我这样有一个奇多可滞留这个宝石手套，你要给它连一个触电啊。我找一下触电在哪里，触电就是这个啊，神经超载，你要给它连一个这个神经超载，这样子我们站在这个圈里打怪啊，就能让怪触电了
但如果你跟我一样有奇多可之流，那么这个连就可以省下来了啊。奇多可之流会让我们的所有的技能都可以让敌人触电啊。触电什么效果呢？我们另外开一张高级一点的图吧，这张图等级有点太低了，可能怪死的太快了。我们开个什么图呢？我看一下，之前准备要打哪张图来着？完了，老年痴呆了，我忘了。那直接去辅助这边看吧，看有没有那个稍微脆一点的小怪啊，肉一点的精英能让我去打一下啊？你看我打2下，刚才这个怪是不是在原地抽着不动了？这个就是触电状态啊。我们正常想要触电，要么就是像我这样手套带奇多可之流，要么就是扔这个风暴漩涡。扔风暴漩涡是一个比较不稳定的方式，稳定的方式还是带奇多可之流，但这样会亏很多的词缀，会亏吃法，会亏我们的属性啊。但是带来更安全的效果。你看扔完电弧，这个怪在原地抽搐了啊。触电一共持续时间是10秒钟的时间，所以说基本上啊不是10秒，说错了，应该是5秒吧？我看一下啊。这个触电这个形式我之前了解的不多，应该是5秒吧？对，就5秒的时间啊，整个5秒的时间内怪物都是在原地抽搐，不会动，不会打你的。我原本以为这个触电是在原地站住，但还能对我们丢远程技能，后面发现不是，所以我就换了这个手套啊，这也是前期我们的廉价的生存。然后风暴漩涡就是这么连啊，然后烈焰之墙连堡垒，连火焰专精，连密能爆发，这个也说过了。然后大法师是连一个闪电专精啊，就连这一个就好了，别的也没什么好连的。然后冰墙的话是前期开荒的时候用，开荒的时候就是冰冻积累啊，生命增加，还有冰冻时间。点生命增加是为了让它更好的阻碍怪物啊。如果你开荒期结束了，那你可以不用冰墙，你可以把它下了换个别的技能。然后是冷酷之焰啊，冷酷之焰这边还有下面的闪现是全靠我们的权杖来开的，它会给我们100的金魂，用这100的金魂就能开这2个被动啊。冷酷之焰的话建议开一个清晰辅助，然后闪现的话开一个冷却缩减的独创，再开一个坚不可破，这样子我们被怪围住的时候闪现就不会被怪这个打晕打断了啊。这边再额外说一个东西，就是晕眩门槛这个东西。我们现在这一套玩法的到后期的思路是走医血的构筑，然后医血的构筑呢有一个应该是2个痛点。这个游戏里我们被怪控制啊，会吃到叫做眩晕和冰冻的效果，然后这个眩晕跟冰冻的效果呢是根据我们的生命上限来决定的。我们的生命值越高，那么怪打我们就要更高的伤害才能让我们冰冻或者眩晕。但是我们现在点了异灵之体这个被动，导致我们最大生命只有1了，怪就会特别容易对我们造成冰冻跟击晕啊。在大后期如果你玩医血的玩法，你可能会搞一个毕业的传奇戒指或者一些别的手段，但我们现在没有那么毕业，所以给一个临时的解决方案啊，也比较简单，就是你在天赋盘上找一个额外眩晕门槛啊，找3个点到4个点就够了啊。像我这边是在异能之治这边连了，你如果想在这块连也是可以的啊。然后如果你想要找冰冻减缓的话，其实我记得在哪个位置来的这边嘛，这边也有一个，但走过来比较费点，所以我就没有点啊。我的解决冰冻的方式，腰带换了一个解冻护符啊，被冰冻的时候给我们冰冻免疫，然后也持续3秒钟左右的时间，刷图的时候也够用了啊。那这个就是整体的技能的点法。然后接下来说一说我们这个玩法在后期为什么强，还有它的一些输出的东西啊。这输出的东西呢，主要的争议在于大法师和我们的魔力值的联动啊。我们看大法师这个技能，它的效果是我们每拥有多少魔力给我们独立的增伤。那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游戏中是可以通过一个特殊的道具，也就是宝石匠的棱镜来提升我们技能的品质的。大法师的话，像我这个等级的大法师是基础是每100法力值给 6% 的额外闪电伤害，但是我们可以给它提升品质，让它再给我们额外 2% 啊，一共需要4个宝石匠的棱镜。这个棱镜现在的价格也比较便宜啊，我看一下，就这种小的消耗品还是很好买的啊，大概是2个崇高石啊，换1个是很稳的。如果你是3到4个崇高石，那么可能能换2个了啊，大概就是这样。基本上你花个6亿就能把你的技能给点上去，点上去之后，像大法师这边啊是30%左右的额外的提升，然后电球也是
电球这个技能基础是15投射物，你把它品质点满，它是19个投射物啊，多了4个投射物。然后这边再说一下，我们刚才说了穿透的问题啊，就是之前我们会点连锁这一个节点，连锁这个节点的效果是让闪电技能在击中敌人的时候导向另外一个敌人啊。那这样子点了它之后，我们在应对群怪的时候会很好一些。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如果点了穿透，穿透的技能是无法连锁的，所以搞了穿透之后，这3点就可以抠掉了，给我们拿去点更舒服的节点啊。那大概就是这样，就我们的核心的构筑思路就是刚才说的大法师，然后配合高额的蓝量来获得增伤嘛。蓝量增伤的点在这边啊，命能强化也能找到一个加 A 伤的点。然后呢，蓝量还会影响我们的命能波动的效果。命能波动效果就是什么呢？它是增加我们的施法跟回蓝。所以我们蓝堆的越多，我们的回蓝跟我们的施法就越快，我们的伤害也就越高。这个就是电法在后期猛的原因啊。所以为什么要把蓝量上限给堆的高高的？然后堆蓝量上限的方式，除了在装备上找魔力之外，我们还能在天赋这边啊找一个异能魔力，把我们所有的能量护盾转成魔力。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你再配合我们的永恒凝视这个项链，又可以把魔力转回给能量护盾啊，导致我们就又有盾又有蓝。然后呢，天赋这边你再点出来心灵升华，这样子怪如果想要打死我们，就需要先把我们的一整管盾条打空，然后再把我们的一整管蓝条打空。而蓝条这个东西，我们的回复速度啊，像看我现在走起来已经有700多的回蓝了，接近700的回蓝啊。那这种情况下，怪其实是很难杀死我们的，只要不是特别恶心的词缀围着我们打，基本就很难死啊。所以这边的话，天赋我也是稍微优化了一下选盘的顺序吧啊，就天赋这边正常连上来，连这边的能量护盾啊，就不走这边拿 A 伤了嘛，然后把这边的施法回蓝法术伤害拿了，再往上走啊，点出这边这个最大魔力值，然后再往左边这么一路走过来，左边的话拿一个技能持续时间增加啊，可以增加我们电弧的持续时间，然后再往这边走拿能量护盾和最大魔力，然后把这边的原抗还有增伤给拿了啊，再往这里走把命能波动效果拿上，再从这个地方走过来啊，这个地方走过来可以拿我们的最大生命加能量护盾门槛，我觉得是比在这边点3点要优质一些的啊。然后这里呢也能拿一个最大能量护盾跟元素抗性，然后再往中间这么走，往上走啊，拿智慧闪电伤害，再过来拿能量护盾，拿这个持续时间，拿这个投射物速度，对吧？我这边还额外绕过来了，拿了一个释放速度跟回蓝，然后这边下面也是正常的点，这2个小点我没点啊，然后这里闪电技能，对吧？这样子最后绕下来这样的效果，然后副手的武器啊就稍微调一下，把这边的诅咒啊给正常连出来就行了啊，这样子的话我们的诅咒效果会非常非常强力。天赋的话大概是这样，然后接下来说一下我们的这身装备啊，琉璃这身装备目前淘换下来大概是200到300亿吧，我仓库里还换了一些后期的装备，就比较偏后期的，像我这件衣服现在可能是20亿买来的，然后我还存了一个90多亿的衣服，准备做完这期视频再换。做视频的时候我用的是之前的版本200多亿的版本，之后我应该会把全身都再汰换一下啊。先来说说武器，这个武器的价值是35个崇高石，是我换过来的价格，现在的价格可能会高也可能会低，因为电法的玩家变多了，有可能会涨价。头盔这边的话呢，就是我说一下，就无论是头、胸、戒指还有鞋子这些部位，如果你要在前期过渡，你就像我这样啊，找护盾、魔力还有2条抗性的就够了。毕业的话呢，肯定是魔力、护盾还有3条抗性，或者是2条抗性加一个你需要的词缀。比如说你抗性满了，你可以堆智力，你可以像这边这样堆物品的稀有度，对吧？也就堆 MF。但前期的话你就这样凑合啊，像我这个头已经是我身上很好的装备了，凑合一下大概是25个崇高石拿下的。胸甲我这个胸甲你可以看到它是经典的，有一条 face 锥的胸甲，有一个每秒生命回复啊，然后它的抗性也不饱满，但是呢我通过别的部位的调配把抗性配平了，所以这个胸甲我一共只花了20个崇高石就买下来了。然后是戒指，这边2个戒指是我在电法被炒起来之前，也不叫炒起来了，就是因为兵法砍废了，所以电法流行了。那我在这个之前，我去搞了一些电法的装备啊，像这个戒指我记得是10个崇高石买的，但买的时候是没有电抗的，我手点了个电抗出来啊，现在可能是30个崇高石。另外一个戒指也是啊，这2个戒指几乎都是一样的，都是魔力
2个抗性，对吧？那这2个戒指呢，单独一个百抗戒指现在的价格可能是在30个崇高石左右，也可能会更低啊，因为现在大部队已经刷到后期了嘛，价格会低一些。然后是腰带，腰带这边的话也是啊，最大魔力2条抗性，别的3条刺猬都是废的，那也没办法，前期就只能这么凑合用了。这个腰带也只花了我10个崇高石。然后手套我买的时候是12个崇高石吧，现在不知道价格怎么样啊，希望变得更低一些。我们要这个手套呢，就是要它的这个触电效果，它的这个减施法越低越好，敏捷越高越好，敏捷可以给我们开一些技能。最后是鞋子啊，鞋子也是非常凑合，也是10亿还是15亿拿下来的。啊，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减少能量需求，这个也是没用的，火抗也是特别低，但是就是能用啊，因为只要能把我的抗性给配平就行了啊。别的部位的话，像这个项链，这个项链是我全身目前最贵的装备啊，买过来说花了40个崇高，然后涂了个油，这个涂油的价值也是刚才看到了嘛，可能12到13个崇高石，对吧？然后是腰带这边的解冻护肤，别的地方就没什么了啊。如果再算一下，我买了一个把电球给变成5个孔的话，我全身的造价可能大概是300亿左右吧。啊，这个就是我目前的一个成本。后续我换装备的话，就会慢慢的把装备给更换一下。比如说这个鞋子啊，我把它换一个有魔力，然后呢护盾值更高、火抗更高的，这样换了这个鞋子，我就能带这个800吨的衣服了。啊，就给各位看一下，我现在是4000的蓝，3900的盾啊，换一个800吨的衣服。啊，就变成4200的蓝，然后4100的盾了。就装备的这种护盾值越高，我们的强度就越高啊，这个玩法的特色。中后期的话，目前暂时我还不打算转那种0盾，然后1血，然后纯魔力的构筑，因为那个构筑可能需要一些很贵的装备啊。那目前的话，我的提升思路就是换衣服、换鞋子，然后再可能去换一个带施法的戒指，或者是我去搞一个更好的武器啊。那大概就是这样，这是我后续的思路。目前的整体构筑，反正刷图也够用啊。就这边的话，我看看能不能找张图给各位看一下进图打的效果啊。我记得我留的哪张图要打来着？啊，是这张图吗？还是这张图？这失落之塔不是的，这是大塔。往上走，这边有个 boss， 那开这张图吧，给各位简单看一下效果。我这边还是一个污染过的图，有一个很多的词缀。啊，我们就最后进图给各位看一下实战的效果，然后就拉闸了吧。啊，这期视频说的也比较多，我这边稍微打啊，然后也去休息了。就可能讲的也比较长吧，啊，想到哪里讲到哪里，大概就是这样。啊，你看我现在装备比较好嘛，小怪就直接扔这个电球就能打死了。然后呢，你等精英或者是别的地方过来，他们过来的时候基本上也被打瘫了啊，你这个时候再对他们扔个诅咒，你可以看到减71的抗性啊，然后几下就打死了。啊，这边的话呢，因为地图词缀比较多，比较恶心嘛。我看一下有个什么效果来着啊，我被衰弱诅咒了是吧？哦，难怪。我伤害会稍微降低15，那其实就需要一直扔诅咒开路了，啊，大概就是这样。然后这张图也是我们很讨厌的图形啊，大开阔地形，然后有远程小怪可以打我们，但是呢，你可以看到强度也依旧是在线的，啊，包括我们的坚韧什么也在线。然后防御端的话呢，只要你能割得动小怪，你就能一直吃小怪死了这个球，你就能一直回盾，啊，我觉得这个方式是比自然回盾要稍微好一点，所以我天赋里有很多的自然回盾我是没有点出来的。啊，没点出来的根源就是因为我觉得吃球能回盾了，然后自然回盾的话，你要等个好几秒钟嘛，你点了那个天赋也就是变成2-3秒，但其实，在战斗中这个还是不够用的啊，除非你是被打晕，但被打晕了就立刻触发我们的回盾了，啊，这边有一些蛇比较恶心啊，所以就打着跳一下，然后说一下这个传送的使用啊，就是你安全的时候啊，传送就是你最大的危险，但你危险的时候传送就是你最大的安全保证，所以在刷图的时候最好不要像我这样瞎鸡儿乱跳。啊，这样瞎鸡儿乱跳，可能待会儿就被打死了，看到没有？啊，正常还是最好保证你有护盾的情况之下，啊，确保前面安全再跳。啊，这张图的话呢，是我比较烦的一张图，它有很多这种火焰地面，然后你走着走着捡东西，你的盾是不会充能的，你就一定要等盾充能完成才能打啊，打的就可能会比较猥琐。但如果好图的话，我打的就会比较激进了，反正就是这样吧，演示也就演示到此为止了啊。那感谢你看到这里，我是琉璃，我们下期视频再见。